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今天是大年初七了啊，过年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发视频，也是本人比较懒啊，趁着过年想休息一下，今天呢要给这3只小狗打疫苗，这只黑白色的边牧还有另外一只金毛，2只狗都是已经卖出的，客户要求在我这边打完3针疫苗再发走。另外这一只陨石色的边牧啊，暂时还没有卖掉。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啊，然后有很多的人问我，为什么你卖出去的狗还要放在你这里打完3针疫苗再给客户发走呢？其实这是我这边算是特有的一项服务吧，主要还是为了保证狗的安全啊。前几天有一个粉丝跟我分享了他购买到星期狗的这个经历啊，而且是2次，都是买的萨摩。他分别2次买了2只萨摩啊，而且2只狗都是到家里面几天就死掉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期狗啊。很多人在买到星期狗以后啊，都是会怪到卖狗的卖家，认为是卖家卖给他的就是一只病狗，一只不健康的狗啊。其实这种想法不是那么准确，是片面的啊。我认为买到星期狗的这种有星期狗的产生啊，是双方的原因，一个是卖家的不负责任，另外是买家的不负责任啊。先说卖家啊，首先这个卖家他明知道这只狗在有病的情况下，他卖给你的这种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啊。我至少在我的圈子里面，我所认识的这些所有的卖狗人里面，他没有一个会发现这只狗明明有病了，还会隐瞒欺骗，然后把这只狗卖给客户啊，基本上不会。因为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啊，那只狗明显的有拉稀，然后屁股上沾的屎，或者是用很简单的手段，用一个检测纸、检测板，马上就能给它测出来有气小啊、犬瘟啊这种病毒的，它是不会卖给你的啊。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道德。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星期狗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狗即使它没有病，但是它卖出去的时机不对啊，比如说这只狗没有做好驱虫，没有打好疫苗，该打3针疫苗的打了1针或者是2针就给你了，本身这个狗年龄小，抵抗力差啊，体内的这个抗体不足，就是说它不足以抵抗这个病毒，即使它打了1针或者是2针疫苗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卖出啊。风险太高了。现在很多卖狗的人他们就给你包什么呢？包落地检测，就是说这个狗到了你家以后，你接到手以后啊，你马上就给它做检测啊。至于说当时检测出来没有问题，后面再出现问题啊，我就不管了，怎么样？很多人说这个狗是什么病毒是有潜伏期的啊，说当时检测不出来，然后过几天就会出现了。其实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，很多时候当时它没有，也不是因为它在潜伏期，而是因为它当时的它的抵抗力足够去抵抗这个病毒，这个病毒不会爆发。但是毕竟它这个狗还小，疫苗还没有打完，它的抗体浓度不足。当你养了几天之后啊，包括这个路上的应激反应啊，运输过程中的应激反应，到新家里面的水土不服啊，再加上喂养方式的不同啊，导致这个狗抵抗力下降，病毒就爆发了。但是卖家他为什么要卖这种就是说比较弱小的狗呢？就是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会去喜欢这种小的狗，就是恨不得那个狗刚生出来他就想把那个狗抱回家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养的因为打疫苗需要时间嘛，他养的时间越长，那么他所产生的成本就越高，他需要加价呢，这个狗又不好卖出去，所以尽量在小的时候，能便宜卖了，能赚点钱就卖掉了。再加上说养的时间短了，自己付出的这个劳动也少，是吧？成本也低。
再一个呢，就是说如果这个狗需要打完3支疫苗，可能到2个多月、3个月这个样子了，狗的话越大，它进入尴尬期的话，它会变丑啊，越大越丑，不好看，更加的不好卖啊，不像那种1个多月的小狗肉乎乎的啊，看起来非常的可爱，那个时候更容易卖出啊，所以很多不负责任的卖家呢，他们会就是说在狗没有完全做好驱虫啊，打完疫苗之前啊，就把这个狗卖出去了，导致产生这个星期狗啊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去跟客户说，买狗一定要买3个月以上，然后打完3针疫苗的狗，尽量的就是能选择在我这边打完3针疫苗再给你发走的话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毕竟我呢寄养啊，加上打疫苗也是要收费的，我能赚点钱。另外一个呢，客户呢接到狗以后是一个健康的，至少有保障的一个狗。再一个原因啊，是这个就是说关于买家的，就是客户的，为什么就是同一窝狗，在我这边养的好好的，我卖给你1只，然后等到了你家以后，我剩下的这一窝狗，所有的狗都好好的，然后就卖给你的那1只，到你家里面几天就死掉了呢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，就是说，之前我说过的，因为卖家的不负责任啊。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买家他不懂养狗。首先第一个不够细心，就是说，这个狗如果说出现的轻微的腹泻啊、拉稀啊，或者是轻微的感冒啊、咳嗽啊，你没有第一时间去发现，没有第一时间去给它干预治疗。像我每天待在犬房里的时间就比较多，我每天其实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去看狗的话，都是去看狗的大便，看它的大便怎么样啊，有没有拉稀，有没有软便。如果说有的话，马上对应给它处理，是喂点益生菌啊，还是喂点药啊，或者是直接给它打针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喂狗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进食状态。一般狗如果说生病的话，不舒服的话，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精神状态不好，然后不吃不喝啊。如果说发现狗的进食状态有问题的话，也要马上去给它处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待在犬房里面的时间稍微久一点，去听一听这个狗有没有咳嗽啊，鼻子有没有发出那种蹭蹭的声音啊，或者是看它有没有流鼻涕啊。如果说发现的话，及时给它处理，尤其是幼犬啊，像我这边这些都是凭经验吧，反正发现了的话，马上给它处理，基本上也就1天2天就能给它治好的。但是很多客户他不懂了，他不知道了，他就可能过个1个星期，或者是过了好几天才发现，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啊，就是说已经那种无力回天的地步了。你就把它送到医院里面，可能都救不活了。就是说一开始是那种细菌性的啊，或者是普通性的肠炎，后来发展成病毒性的细小了。有时候你送到医院里面花了很多的钱，很多代价都是救不回来的啊。所以如何避免产生心肌狗啊？主要还是2点。首先第一个呢，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卖家啊，一定要一个负责任的卖家，不能以赚钱为第一目的啊。首先一定要把这个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，不能说客户出了钱我就卖，不管这个狗怎么样我都卖啊，一定要去为客户考虑，为狗的健康考虑，这个狗适不适合卖啊，或者是像我发到很远的地方，海南啊、东北啊，很远的地方，它适不适合长途的运输？然后这个狗它到客户那边以后，它能不能去适应，能不能让客户养活下去啊？这个是重点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售后啊，靠谱的卖家不光是卖狗啊，不光是卖健康的狗，而且售后一定要是保障
一定要跟上的啊，不能说你卖出去以后这个狗你就不管了，客户那边遇到什么问题啊，你也不去搭理他，你也不去回答他。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客户这边了，客户呢买完狗以后啊，一定要细心啊，发现狗的任何问题啊，一定要及时发现，及时处理。另外一个呢就是说，还要虚心的去学习啊，狗有任何问题，一定要及时的跟卖家去沟通，或者是哪怕你到网上去搜一些治疗的方法啊，或者是咨询宠物医院、宠物医生啊，最好是呢跟卖家去直接沟通，这样子啊，把这个疾病啊给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啊，不能让它发展的成严重，不能发展严重了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啊，大家有关于买狗啊、养狗啊方面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私信或者是评论。